今天想分享一段经历，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都想死啊，毫不夸张的说，就是到处找楼跳。当时我24岁，在宾大念研究生，而学校好像对这件事儿早有准备，就不光我宿舍的窗户打不开，校园里几乎所有高楼的窗户，我一个一个去找啊，全都打不开。其实困难现在看来也没什么，无非就是作业写不完，上课听不懂，实习找不到， situationship 不喜欢我。就那个时候，我每天一睁眼睛就是这些问题，而且每一件都解决不了。我还很自责，因为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，就过去一系列的选择导致的今天的结果，我追不回来也撵不上啊。总之就是干啥啥不行，前途没有前途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值得我去面对这些困难了，还是死容易一些。我记得当时放春假的第一天，同学们都出去玩了。我留在学校补作业。那一天，我想死的心又一次达到了顶峰，而且那之前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没有风的窗户啊，就在宿舍对面的国际交流中心。我站在阳台上往下看，我觉得高空下的水泥马路是我最好的结局啊。当然，结果你们都知道啊，没死成。可能是因为我在阳台边上哭得比较可疑啊，我被一个陌生的同学拦下了。之后呢，学校的心理健康中心就介入了。他们接手以后干的第一件事啊，就是去加固我宿舍的窗户。那一天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我想，如果我跳下去了，死了就死了，那我能不能当做我那天就是跳下去了？现在是重新开始的 day 0。那既然我能跳下去一次，那我以后再觉得活不下去的时候，能不能再假装跳一次？那我不就和打游戏一样，可以无限重开了吗？那站在阳台上的这个人啊，这个叫邵一凡的人，他就是我用来体验游戏的一个角色啊，或者是外壳。那他现在面临的这些困难啊，不管是社会学作业还是会计考试，都是我登录他这个角色需要打的副本。那我作为玩游戏的人，我只需要考虑我要不要打这个副本啊。如果要打的话，那这个作业写不完，我就要去问老师能不能延期啊，或者我先去找学霸问问有没有攻略。我也完全可以选择不打啊，我换一门课上。或者我干脆这个书就不念了，我整个游戏我都不打了，我换个游戏。以前的付出啊，别人的眼光，同龄人的成就，都是邵一凡这个角色的设定，跟顶着他打游戏的我通通没关系。我只需要考虑我要打哪个副本，于是困难就不再是困难了，变成了选择。从那以后，我经常无痛重启，小到今天睡了一天有点愧疚，大到想离开一个看起来不错但是自己不太喜欢干的工作。只要我痛苦啊，我后悔，我纠结，我就会按下重启键。好，我又回到 day 0了。我要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想学跳舞，我想当演员，我就辞去了管理咨询的工作。所以当有人问我现在这个情况，如果做不成演员了怎么办？有没有什么计划？我没有什么计划，无非就是和以前一样，有想干的事儿就去找找门，门开了我就进去，门不开，我要么等等，我要么再找找别的门。至于被问的最多的后不后悔的问题，那些都是邵一凡这个角色自带的人物设定啊，和我没关系。真正的我只是顶着这个号去体验游戏，重启键在我手里，我可以随时重开。